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妮妮和汉堡，今天带来的是《飞出个未来》第7季第3集。广场上正在提供免费啤酒，这是尼格松难得的一次善举，因为他要竞选连任地球总统。机器人班德当然不会错过这等好事儿，不过他可不会排在800人的后面。尼格松还在台上整蛊人心，他表示自己一旦连任，就会减少富人的税收，并会把穷人的牙齿作为鱼缸觅食的低价来源。弗赖表示非常赞同，莉拉表示你又不是什么富人，瞎起什么哄？但是某天我可能就一夜暴富了哟，你暴不暴富我不知道，不过班德倒是爆了。回到公司，他修好了自己，还说要坚持支持尼格松。莉拉坚决反对，他可是历史上最坏的总统。可是其他人也都把票投给他，因为他们不想要一个不认识的新人。莉拉很生气，决定参与到选举中。辩论上，绿怪人对7位总统候选人提出问题。第一个问题是否会承诺收减税收，同时降低赤字。前3位候选人都表示会。轮到特拉福斯了，他表示听着，让我们诚实点，没人喜欢税务，但基础设施需要它，道路、学校、国防。如果我们要实现一个强大星球的梦想，我们必须各自承担一部分，才能达到那些崇高。台下一片反对，只有莉拉支持。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环境的，特拉福斯觉得这个问题很是严肃，需要认真回答，但是大家根本没有给他说的机会。辩论结束，莉拉来到特拉福斯总统竞选总部，却看见他把屋子里搞得乱七八糟。人们的反对让他打算放弃竞选，莉拉劝他不要这样想，说着还把脸书上他的辩论视频给他看，点击率都有1万了。特拉福斯信心大增，决定任命莉拉为他的竞选经理。有了莉拉的帮助，他轻而易举地赢得了南加州初选。全球大会上，特拉福斯获得冠军，赢得了总统提名。莉拉激动万分，弗赖表示你把他的观念解释的连白痴都听得懂，不得冠军才怪，不过这很对我的胃口。另一边，班德和尼格松狼狈为奸，为了打败特拉福斯，他们决定往他身上泼点脏水。因为尼格松行动不便，具体计划就由班德去实施。他来到特拉福斯的总部，打算找出一大堆丑闻，结果不是找出诺贝尔奖，就是找出全 A 的成绩单。他又来到酒吧，打算用视频把特拉福斯抓个正着，结果拍到的全是自己进出酒吧的画面。尼格松很不满意，班德只好去找自己的线人，结果人家告诉他，特拉福斯什么丑闻都没有，他干净的就像刚打过蜡的皮鞋。既然什么都没有，那我们就来编一个吧，就说他是外星人，如果他不承认，就逼他拿出地球的出生证明，因为只有在地球上出生的人才能当选总统。果然是卑鄙的尼格松啊！一个如此荒诞的谣言，却给了特拉福斯致命的一击。他是地球人，但是没有出生证明，因为他来自未来，回到这里只是为了阻止尼格松继续当总统。原来在尼格松当上总统后，他造了一个环太阳系反外星人围栏，这样使得没有了廉价外星劳动力做卑微的工作，经济很快就会崩溃。为了喂饱全世界的人口，他又把人类作为食物的来源，没有劳动人民，机器人被迫从事卑微工作。不久之后，班德就带领他们奋起反抗，毁灭了很多财富和生命，但是人类的精神他们却无法毁掉。聪明的人们转战地下，经过不断的研究，他们找到一份上古穿越马复印件，并决定让只有15岁的特拉福斯回到过去。他回去后由祖父母养大，还进入了哈佛的法学院，成为了一名社会活动家，目的就是为了阻止这一切的发生。听了他的讲述，莉拉决定帮人帮到底，打算在电视上直播他的出生过程，这样人们就会相信他是在地球上出生的了，而明天正好是他的出生时间。这个办法果然让特拉福斯成功当选总统。艾米觉得班德和尼格松肯定输定了，班德却说什么都不会发生改变，因为如果尼格松没有当选总统，那么机器人起义就不会发生，特拉福斯也就不会回来。台上的他还在发表感言，丝毫不知道自己几秒后就会消失，一切又会回到原点。尼格松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继续连任总统，原来把票投给谁都没用，莉拉他们根本就没有出过公司的大门，恍恍惚惚，一切像是一场梦。真的有特拉福斯这个人吗？机器人大战真的会发生吗？如果尼格松继续为所欲为，我相信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。好的领导者大都不会受到所有人欢迎，而不好的领导者会受到很多人的不欢迎。一个事物的消亡从来不是一下就能发生的，它一定是经过积累沉淀，最后才会像火山爆发一样喷涌而出，而我们往往只看到了结果。人们在战争发生后才会想要去改变局面，可是世上最缺的就是后悔药，后悔以及后悔的话总要留到后悔以后才考虑到，看似完美的计划，结果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朋友别忘点赞、评论和关注，我是曹妮妮，咱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